今天给大家分享是来自布鲁克变形金刚全新版的第4弹破碎时空。这一弹也是首次出现了一个非G1角色的塔恩，然后包装的话比较简单，跟前几弹产品是差不多的。这次的隐藏款的话是震荡波。首先看到大力神的最后2个成员长土机和吊钩，下半身依旧是采用了新规的零件，整体的立体感还是比较不错的。背后这个长土的部分有一定的可动性，然后可动性的话都跟前3弹的产品是差不多的。吊钩的话也是一样，它新规的部分依旧是在腿部，然后背后的吊臂部分通过这个球形关节有一定的可动性。接下来就是看到本次我个人比较感兴趣的一个塔恩，然后塔恩这次的设计也是跟以往产品比较不同的，因为塔恩的角色他是肩部比较宽的一个角色，所以它整个上半身基本都是重新进行了一个设计。可以看到这回的肩部连接的地方采用了这种比较长的连杆设计，跟以往产品这种连接方式有所不同。这样的话它平台的话也不会受到什么干涉。然后塔恩这边的胸口的零件也是采用了分件设计来还原这个分色，就胸口这个粉色的地方是采用分件设计。然后看到它这个头雕也是还原了漫画中脸部这个被划伤的一道划痕，但整体的造型和配色方案是比较接近孩之宝官方传世线的那个设计，然后腿部的分色也是做得比较到位，这个炮塔部分有一定的可动性。然后接着就是跟塔恩一样，采用了一个全新设计的通天晓。这款通天晓整体造型我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它肩部比较宽，通天晓在动画中肩部比较宽的这个人物特征点，它整体分件数也是比较多的，胸口甚至还原出看不见的领导模块，肩甲部分也是完全通过分件来实现。塔恩和通天晓这2个角色在分件和设计上都是比较用心的，也是比较推荐这2款。这一弹相比于前几弹来说，比较大的一个特征点就是胸口的地方也采用了分件设计。前2弹升级点只是在头部、眼睛的部分采用分件，而这几款像是通天晓的胸部还有震荡波胸部这些地方都是采用了分件设计，每一弹都比上一弹有所改进和优化的地方。震荡波背后这根软管呢存在，它也不会特别干涉它的可动性，基本上可动都没有什么影响。配件方面给了一个它自己变形成的手枪，然后也给了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敬礼手型，这双是震荡波一个比较标志性的造型手。恐龙小队也快凑齐了，这款嚎叫的人形部分的脸部我是觉得做的也是挺好看的，相比于汽车人那边常规的那些脸，这颗脸还算是比较不错一些，可动造型算是比较中规中矩，就是保持前几弹那个恐龙小队成员整体的一个素质吧。就是正面看这个偷焦有点碍眼就是了。然后龙形态来说，我这款就比较尴尬了，我这边中奖了，它的这个左脚的前方这个缺了键，嘴部也有一定的可动性，这边也是可以安插特效键的，不过产品也是没有附属。尾巴这边的话只有提供简单的平转关节了，然后可动性可以简单演示一下。然后最后的话就是这次的2款重涂的产品，也就是每一弹都有的擎天柱吧。这次的是暗黑擎天柱、暗天陨。然后这次的造型方面的话没什么特别的，只是武器方面有所区别。首先给了这个大剑以及手臂配了2把双炮，可以挂在手臂的侧面。除此之外就没有特别多的新规零件了，整体的造型都是跟第1弹的产品是一模一样的。天幕的话就是警车那些的重涂产品也就没什么好说的，就是看一个整体的配色方案以及造型吧，比较中规中矩。这一弹的话，我是最推荐的产品是通二哥，然后塔恩以及震荡波。还要先后顺序的话，这2款我是首先最推荐的，因为是首先它分件数比其他的产品是要多很多的，然后整体造型我是比较喜欢，它是这种比较倒三角的比较壮实的一个造型。